龙族子嗣凋零，新上任的龙太子年过万岁，文武双全却从不近女色。龙太后病急乱投医，广罗美人塞满太子府邸。我是误爹凡尘的月宫玉兔，阴差阳错被送上龙太子的床。在他和青丘狐族地姬定下婚约那天，我揣着一肚子的龙子尿遁了。数年后，我正陪着一群长着犄角的龙子们玩耍，他敲开了我家大门，委屈巴巴看着我们。娘子，你不要为父了吗？神魔大战，六界动荡，连月宫的银柜都被波及枯萎而死。嫦娥姐姐思凡下界，只留下我这个饥肠辘辘的玉兔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自己寻觅食物，却误爹凡尘。好巧不巧，还跌进了东海。虾婆婆以2根胡萝卜将我哄进了龙宫。她原本只是想让我做个小丫鬟，奈何我原本是月宫娇娇玉兔，哪做过什么粗活？打扫时把名贵物件打翻，洗衣时将衣服染色洗烂，浇花除草花园直接寸草不生。虾婆婆的月钱被扣了个精光。无奈之下，她将我送到龙太后的面前。龙太后见我胸脯饱满，屁股圆润，一个劲点头，和身边的嬷嬷私语：看着是个好生养的，就是看起来娇憨了一些，不过也好，当个通房，正事进门也好处理，总比心思多的好拿捏。我不明白什么是通房，什么是正事，只知道虾婆婆说跟龙太子睡一觉以后就不会再饿肚子。我高高兴兴搬到龙太子的院子，发觉满院子漂亮的姐姐，但她们貌似不喜欢我的到来。和我同屋子的小翠将我的行李扔到最角落的床铺。第一次见龙太子，我的哈喇子都要流下来，因为他实在是太英俊了，比嫦娥姐姐的利刃相好都帅气。你好贱啊！龙太子的眼中闪过一抹惊诧，怔怔地盯着我看了一会。就因为龙太子看我这一眼，我成了一院子美女姐姐的公敌。他们排挤我，往我的床铺上倒水，不让我吃饭，还让我做许多的活，饿得实在没辙了。我突然想起虾婆婆的话，她说只要和龙太子睡一觉，我就不会再饿肚子。所以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偷偷摸进了龙太子的寝宫。太子的屋中没有人，我径直爬到他的床上，盖上被子，等了不知多久，龙太子终于推开门走了进来。他随手撕开身上的衣服扔在地上，到盥洗室冲着冷水。我从被窝里偷偷掀开一条缝隙，看到绝美的美男出浴图，宽肩窄臀，身上遒劲的肌肉看起来充满了力量。不知为何，我觉得越来越热，心开始扑通扑通乱跳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他站在床边，居高临下看着在被子下拱成一堆小山的我。出来。虾婆婆说龙太子是龙族未来的天子，她的话我们都要听，所以我乖乖钻了出来，拍了拍身边的枕头，满目期待看着他。殿下，我们睡觉吧。他素来冷静的眼中忽然闪过一丝兴味。你叫什么？我叫阿玉，嫦娥姐姐给我取的名字是玉锦，但她说出门在外不能报真实的名字。龙太子盯着我的唇，呼吸越来越粗重。他又跑到盥洗室淋了一头冷水，出来后眼睛反而越来越猩红，紧攥着手像是在极力克制什么。我中了毒，无法压制。阿玉，我现在要了你，可以吗？龙太子抓着我胳膊的手很烫，让我跟着也烫起来。如果同意的话，有好吃的吗？他忽然邪魅一笑，好笑地点了点头。我当即雀跃起来，拉着他的手。你要吧，赶紧要完，我好去吃东西。龙太子眼中的清明被欲望控制，他俯身过来，一下吻住我的唇，辗转反复。我感觉脑子迷迷糊糊，脑中如同看到银柜开花一般。我以为这就结束了，谁知他忽然凶狠地抱紧了我。我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，使劲捶打着他。我不吃东西了，你放开我。他吻了吻我眼角的泪珠，额头沁满了汗。乖玉儿，你放松一点。我哭得一抽一抽，但他却如同饿狼下山一般，死死按着我，直到我的嗓子发哑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停歇下来。我死死抱着他的胳膊。说话要算话，你已经要完了我，现在要给我吃的。龙太子摸了摸我的头发，眼中充满了艳足。他一声吩咐，外面的人很快送来好吃的，满满当当摆满了桌子。就这样阴差阳错，最后一个进院子的我反而成了第一个和龙太子睡觉的人。第二日，有仆从来收床上的锦帕，窗外挤在一处看热闹的美人姐姐们一个个眼睛冒火瞪着我，仿若我抢了他们的盘中食。我从那个阴冷的厢房床铺搬到了龙太子寝卧隔壁的偏房。虾婆婆没骗我，跟龙太子睡了一觉之后，我真的再也没饿过肚子。他对我很好，给我买很多好吃的。跟了他之后，我的身体好似又长高了不少。外人都说龙太子不近女色，都是骗人的。自从那一晚之后，他如同入了魔怔一般，每每回府就将我抵在床角，折腾到天亮。我很害怕，又没人可问，只能偷偷去找虾婆婆。听我支支吾吾说完，虾婆婆涨红了老脸。我的小祖宗啊，那是龙太子在宠爱你，是别人盼都盼不来的福分。等过一段时间，你若是争气生下龙子，届时你母凭子贵，也能在龙族受封一个嫔妃，下半辈子就吃穿不愁了。听着虾婆婆的话，我却犯了难。那若我的肚子不争气生下一个兔宝宝呢？虾婆婆挠着头也犯了难。晚上我窝在龙太子的怀中，问出了苦思冥想不得的疑问。殿下，
你说我以后生下的孩子是聋子还是兔子？他抚摸我头发的手顿了顿，随即淡淡的开口：你还小，生孩子的事情用不着着急。但是从第2日开始，每事后他都会叫人端来一碗汤药。他说为我好，我丝毫没有怀疑，一饮而尽。那时懵懂的我没有多想，后来才明白他端给我的应该是婢子汤药。他从未想过让我生下他的长子。平日里他只要在府里，会随时将我带在身边，闲暇时教我写字画画。虽然我的字如同狗爬，但他还是不厌其烦耐心纠正。我最喜欢写他的名字叶晨，一笔一笔，满心欢喜。知道我爱吃，每次出门回来都会给我捎上一包吃食，有时是一包桂花糖，有时是一屉小笼包，有时还会是上好的甘露。我的心渐渐变得奇怪，看不见他时会时时想他，和他在一起，就算他在忙碌，而我只是在旁边发呆，都感觉心满意足。1年1度的王母蟠桃大会，龙太子要前往参加。临出发前一晚，他将我按在床上抵死缠绵，一想到要和他分别月余，我的心就闷闷的极其不舒服。这一晚我难得主动了一回，他的眼中透露出惊喜和满足。他走后，我日日茶饭不思，连最喜欢的胡萝卜都不香了。我猛然想起龙太子教我的诗句：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当时嫦娥姐姐一脸嫌恶说她从来没有后悔，但夜深人静我分明看到她遥望人间，默默流泪。原来这就是情，不知所起，却早已深入骨髓。龙太子回来那天，他匆匆将我拽进卧房，我以为他是想耐事，结果他神神秘秘掏出半颗蟠桃递到我面前。玉儿，我偷偷藏下来的，想着你不曾吃过，带回来给你尝尝。那一颗泪珠顺着脸颊滑落，心中无限感动。蟠桃可是仙界极品，连对我极好的嫦娥姐姐都舍不得给我吃一口，龙太子叶晨却偷偷省下自己那份给我带回来。蟠桃在口中化开，香气四溢，我的心间流出股股暖流。如若我和他能永远这样，我甘愿放弃回月宫。但我忘了自己只是一个通房，如何能奢望和龙太子一生一世天长地久？没过多久，龙族和青丘狐族联姻的消息广传，未来的太子妃青丘狐族地姬白青也要来龙宫小住。昔日看不惯我的美人们纷纷奚落我，不过是一只没用的兔子，还指望能永远霸占着殿下不成？正主来了，什么上不得台面的阿猫阿狗识相点儿，赶紧滚开！我们站在道路两边，看着龙太子叶晨香携明艳美丽的白青从门外走来，郎才女貌，甚是登对。那一刻我的心中感到格外窒息，若以后的千千万万年，我都要眼睁睁看着他和别的女人夫妻恩爱，举案齐眉，只是想想我就心痛到不行。龙太子陪着白青日日赏花游玩，有好事者将他们相处的画面一幅幅画下来送到我面前，我嘴上说着不在乎，但每夜深人静，泪水还是打湿了枕头。叶晨已经很多天晚上回来的很晚，没有召我前去暖床侍寝。难道真的如旁人所说，我只是他暖床的玩意？往日的所谓宠爱，只不过是他闲暇时打发时间的玩意吧。突然有一日，龙太后将我们召唤至他那，原是叶晨公务繁忙，为怕白青寂寞，让我们陪他一起解闷。白青径直朝我走来，热情地挽着我的手。听说妹妹是阿晨房中的人，照顾阿晨，你辛苦了。四下无人时，他却突然变化了嘴脸，狠狠甩开我的手。凭你一个低贱的兔子，也配在阿晨身边伺候？听说你以他房中人自居，你说在他心中，是你重要还是我重要？一种不好的预感袭上心头，我还来不及逃脱，他却一把拽下头上的凤簪扔进水中。叶晨刚踏进院门，他哭哭啼啼扑到了叶晨的怀中。阿晨，你院子里的这位姑娘好生无礼，我只是让她陪我说说话，她却不耐烦将我推搡开，还将我母后留给我的金簪扔进水中。我已许久没见他，以往夜夜缠绵的他，如今冷着一张脸，看起来有点陌生。叶晨快速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看不出一丝温度。我没有。他不待我的辩解，低下头轻声安慰怀中的白青。我叫人来给你打喽。白青不满地撅起嘴，伸手指了指我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我要让他亲自去捞。我们兔子是怕水的，否则当初掉入东海也不会被虾婆婆所救。叶晨曾还取笑我旱鸭子，现在却淡漠地命令我下去捡。海水一点一点淹没我的身子，冰冷刺骨。我一点一点摸索，感觉身上的温度在渐渐流逝。找了一个时辰，终于找到了那只金簪，我浑身湿透，哆哆嗦嗦将它递给他。龙太后不知何时听说此事，匆匆而来。如此没有规矩，败坏了我龙族的名声，好好跪在这里反思，跪不到5个时辰，别起来。叶晨看都没看我一眼，拥着白青转身离去。夜风吹过，我缩着身体打了个寒战。这一刻，我深刻领略到通房和正室的区别。我没有丝毫话语权，他却可以对我随意打煞。情浓时无比眷恋叶晨和龙宫的我，第一次萌生出离开的念头。我终究还是没有跪够5个时辰，因为我晕了过去。恍惚中似乎看到叶晨焦急的身影，他小心地给我热敷着膝盖。我泪眼模糊，问他是不是心中没我？他却沉默不语。彻底清醒后，屋中空无一人。我摇头苦笑，
那些或许只是自己的幻觉罢了。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叶晨阴沉着脸走进来，我心中闪过一丝欢喜。太子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他坐在我的床边，仔细盯着我，目光复杂。阿玉，青丘地基昨日失去金簪，被邪魔冲撞，如今命在旦夕。医仙说。他顿了顿，目光坚定看着我。需要兔子肉做药引，你一贯懂事，帮帮他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待你。瞬间如同冷水从头上泼下，透心凉。我没有，是他自己扔下去的。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？这是你欠他的，对不起。他紧紧拽着我的手臂，任凭我如何哀求，他还是掏出匕首割下我一块肉，疼痛撕心裂肺，分不清是胳膊痛还是心痛。我疼晕过去时，恍惚看到叶晨心疼的眼神，他怎么会心疼我？只是我的幻觉罢了。第二日听说白青清醒了，龙太后派人过来叫我过去，说白青想亲自感谢我割肉救他的恩情。走到廊下时，听到屋中传来龙太后和白青的欢声笑语。好孩子，你好好养身子，等以后过了门，还要给阿晨生大胖小子。至于他房中那些人，我会亲自看着，势必不会让他在你进门前生下长子。等你进门，想如何处置，全看你的意思。在他们眼中，我只是一个无依无靠、无足轻重、任人欺负的小白兔。白青假模假样对我说了几句不痛不痒感谢的话，龙太后看都没看我一眼。就是一个奴才，他能救你是他的福分，你又何必费神当面感谢？你呀，就是太善良。这次我听明白了，龙太后是在敲打我。退出来时，看着水中倒映的身影，肤白貌美，身材玲珑，一头黑色的长发如瀑布一般，如此美丽的自己，为何要让他们践踏？我只是叶晨后院中见不得光的通房，从来没有和他并肩的资格，更没有奢望和他一生一世的权利和底气。我是时候该走了。不再抱有幻想的我，开始仔细寻思逃跑的事情。转眼就是龙太后的生辰，四海八荒很多人前来庆贺，那是我逃跑最好的时机。我化成原形，偷偷躲进了一处马车的角落中，看着越来越远的龙宫，不知为何我还是忍不住流下一滴眼泪。叶晨，永别了。我不知这个马车去向何方，晃晃悠悠，昏昏欲睡。突然外面一声大喝，就出现了打斗声，打斗越来越激烈。我悄悄探出头，看到里面坐着一个老太太，邪魔的刀块碰到老太太时，我看不下去，现身挡了回去。就在我身体快支撑不住时，一队人马出现挽救了颓势。老太太将我领到领队的那个男人面前。阿叶，是这位姑娘救了阿娘。经过介绍，我才知这位老太太是花界的一个葡萄藤，曾是龙太后的闺中密友，而领队的男人是她的儿子玄烨。见我无家可归，葡萄大娘热情地邀请我去花界，这里民风淳朴善良，四季如春，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。葡萄大娘认了我做干女儿。玄烨虽然对我的来历抱有怀疑的态度，但还是很礼貌对待我。一天看到路边有个小孩啃着大肘子，香味扑鼻而来，我却突然觉得反胃恶心。葡萄大娘以为我中午吃坏了肚子，连忙请了术医来给我诊治。这些日子只顾伤情，竟没察觉自己已经怀孕2月有余，大概是叶晨前往蟠桃大会前夜那次怀上的吧。我从小和嫦娥姐姐相依为命，但她常常偷偷下凡谈恋爱，大多数时候都是我独守月宫。冷清孤寂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有了自己血脉相连的孩子。下意识摸上还平坦的肚子，暗暗下定决心留下这孩子。葡萄大娘心善，见我已下定决心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阿锦，别担心，你要实在想生下孩子，我就当作是自己的外孙，帮你将他们带大。为了避免外面的闲言碎语，他对外说我是夫丧大归，怀的是夫家里一父子。玄烨话不多，却贴心的帮我请好了产婆和奶娘。怀胎10月，正在帮葡萄大娘晾晒葡萄的我，突然腿间一热，原来是要生产了。玄烨二话不说将我抱回准备的待产房。经过1天1夜的生产，我顺利产下了5个龙子，个个头上有犄角，一只可爱的小白兔都没有。葡萄大娘和玄烨对视一眼，从彼此眼中看到了沉重和诧异，但他们并没有多问，只是默默帮我将孩子们头上的犄角用术法掩盖掉。看着在摇篮里呼呼大睡的孩子们，我的眼眶多少有些湿润。从此这个世上我终于不是孤单一个人了，有了自己的血脉，生活自然过得更加充实。5个小子吃得多，长得快，每天将我和葡萄大娘忙得够呛。这些年我也有陆陆续续听到叶晨的消息，说龙族和青丘狐族定亲联姻是6界之福，说龙太子骁勇善战，好几次上战场击退魔兵，对6界和平功不可没。偶尔夜深人静也会想起当年2人的胡作非为，但都遥远的如同梦一般。我以为此生都不会再与叶晨相见，直到葡萄大娘生辰时，龙族派人来庆贺，我的心颤了颤，心中莫名忐忑。当天夜里我睡得极其不安稳，梦里我看到了叶晨那张脸，他捏着我的下巴，抬起我的头。阿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偷跑！
在梦里谁还会怕你不成？我缠了上去，紧紧搂着他的脖子，一口咬住了他的唇。你是属狗的不成？我憨憨笑着，我是兔子，兔子急了会咬人的。叶晨，你这个朝三暮四的狗男人，我不要你了。积郁多年的话说出口，我的心畅快了很多。第二天醒来，我们一家人站在门口迎接贵客，我小心嘱咐着脚边5个小儿：今日府中有贵客，你们万不可调皮捣蛋。你们如果乖一些，明日我就答应让你们跟着叶叔叔练武。5个儿子正好到了狗都嫌的年纪，稍不留神就会闯祸。这些日子他们闹着要学武，我担心他们小小年纪吃苦，一直咬着牙没答应。儿子们连连点头。远处马车渐渐驶来，马车里是个英俊的叔叔，老大天生视力很好，渴望千里。那个叔叔头上还有犄角呢。其他4个小儿都围着哥哥让他继续讲，我的心却扑通扑通开始乱跳。马车停在面前，车帘掀起，走下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。眼前的男人面容还是一如既往冷峻，只是更加成熟稳重，眉眼间看不出丝毫情绪的波动。他的视线落在我和5个小儿身上一扫而过，冰凉的可怕。这是我的义女，扶桑大归，孩子都是先夫的遗父子，正好你回去也帮忙寻摸寻摸，看你们龙族有没有合适的儿郎，介绍给我这个女儿。葡萄大娘兀自说着，全然没有看到沉下脸的叶晨和玄烨。叶晨用舌顶了顶腮帮子，冷哼一声：令爱看起来如此年轻，我一定好好帮她寻摸寻摸。我的心跟着颤了颤，低垂着头不接话。5个儿子却自来熟围了上去，摸着他斜挎在身边的宝剑，爱不释手。叔叔，你的功夫很厉害吗？叔叔，你头上的犄角好大，比哥哥的大。我连忙捂住了小5的嘴巴，就怕再说下去露馅。当年他给我喝那么多避子汤，这些孩子是我侥幸获得的，跟他没有什么关系。叶晨搜罗身上的物件，一一送给5个小儿，孩子们才消停片刻。晚上的宴席，一向少话的叶晨却格外健谈，直说的葡萄大娘哈哈直乐。不知不觉中，葡萄大娘和玄烨都被他灌下了不少酒，醉得东倒西歪。我只好命人一一扶下去。宴客厅一下子空荡下来，叶晨一边自斟自饮，一边死死盯着我。在他目光的逼视下，我如坐针毡。他突然放下酒杯，站起来，朝我伸着胳膊：酒意浓，来扶我去休息。我朝外喊了一声：来人，扶这位大人去客房。他却径直走过来，将胳膊环着我的肩膀。我不习惯外人近身伺候，可我也是外人啊。看着他通红的双眼，我默默咽回口中的话，避无可避，只能认命地扶着他往外走。忽然一阵风吹灭了手中的灯笼，他一下子将我抵在背后的大树上，俯身而下，呼吸交错相闻。他撬开我的嘴唇，狠狠吮吸着。我挣扎着捶打着他，他却将我的双手禁锢，高高举过头顶，身体紧紧相贴。我明显感觉到他的变化，带着哭音求饶：殿下。他被我的哭声惊醒，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，沉声道：带路，去你的房间。一进到我的房间，他迫不及待将我抵在门上，低下头咬着我的耳朵。不是装不认识吗？玉小姐原来这么随便，把第一次认识的男人带到自己闺房。他在生气，我闭着眼不看他。玉锦，在你心里究竟当我是什么？随意可抛弃的玩物？我的心颤了颤，睁开眼倔强地看着他。太子殿下何必折辱小女子？我自知身卑位贱，比不上青丘帝姬身份尊贵，但我也是好人家的孩子，不想随意糟蹋自己。在这里，我谢过殿下此前对我的关照。在龙族的那些日子，虽然他割了我一块肉，但大多时候他对我是温柔和善的。这和青丘帝姬又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还在记恨我割了一块你的肉？我可以解释的。我撇过头，摇了摇头。太子殿下身份贵重，没必要跟我一个小小的兔子解释，就当是我报答你的照顾之恩。你我本是2个世界的人，根本不应该在一起。从此你我两清，太子殿下勿再纠缠不放。叶晨后退几步，眼神中满是受伤。玉锦，你的心真狠，你我之间的情谊，说放就放，算你狠。他打开门，决绝离开。我慢慢滑坐地上，心中痛得无法呼吸。我以为自己早已忘却，早就放下，但是看到他的那刻，我的心在激烈的跳动。我忘不了，还深爱着他。可能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当天晚上我又做梦了，梦到叶晨又返回来，将我抱到床上，一边亲吻我的眼泪，一边低声下气安慰我。他那么骄傲、高高在上的人，也只有在梦中才会如同寻常人家的夫君一般待人。梦中的后半截，叶晨化作猛兽，翻来覆去蹂躏我，直到筋疲力尽。第二天浑身酸痛，摸了摸头，好似有点发烧。5个儿子跑到我的院子，叽叽喳喳说着前院的事情。他们说叶晨一大早就起身离开，走之前还将他的贴身佩剑送给了老大。其他4个儿子都有收到他的礼物。娘亲，那个帅叔叔说以后有机会亲自教我法术。哪还有什么以后啊？
我摸了摸孩子的头发，叶晨依我所愿转身离开，不再纠缠。我的心却还是高兴不起来，万般心思不知何滋味。玄烨素来心细，吃饭的时候不经意问我：“你以前和叶晨见过？”以后我和叶晨应该彻底没了机会，遂撒了谎。之前在龙族远远见过太子殿下一面。玄烨将信将疑，倒也没有再作声。没多久，仙魔再次开战。听玄烨说，叶晨亲自领兵，但这次魔界来势汹汹，将会是一场恶战。我心神不宁。虽然和叶晨不会再有以后，但他毕竟是我儿子们的父亲。过了没几日，龙族来人请我。玉小姐，龙太后派我来请你。太子殿下他受了重伤，恐时日不久，临终前只想见见你。你行行好，快跟我去东海走一趟好不好？葡萄大娘跟着着急，在旁边劝着我。龙太子为了6界和平而战，我们大事上帮不了，小事上能帮尽量帮一下吧。我的心痛到了极点，随意没想和他天长地久，但也希望他能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和乐安康。我再也顾不上矫情，将孩子们托付给葡萄大娘，跟着来人匆匆而去。阔别多年，曾经雍容华贵的龙太后，如今满头银发，憔悴不堪。看着我到来，她抹了抹眼角的泪。好孩子，你不计较我早年那样待你，能不计前嫌来看望阿晨，我感激不尽。你先去看看阿晨吧。叶晨院子里的一切都没有变，寝卧的摆设依旧，连我放在榻上的兔子玩偶还乖乖待在角落中，好似过往的几年时间并没有过去一般。叶晨浑身缠着纱布，脸色苍白，躺在床上，连呼吸都变得微弱。我一步一走到床前，轻轻抚摸着他的脸，思念倾泻而出。阿晨，阿晨，那个在心中呼唤了无数遍的名字，终于忍不住呼出口。叶晨慢慢睁开眼，看向我先是一愣，随即满脸惊喜与激动。玉儿，是你回来了吗？我擦了擦眼角的泪，连连点头。是我回来了。殿下，你的伤怎么样？要不要结？没想到他突然一把将我拽过去，死死按在他的怀中。我怕碰到他的伤口，温顺的依偎着他不敢挣扎。玉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不再生我的气了。听闻他可能灰飞烟灭，我的心痛得无以复加。我哪还会生他的气？他抚摸着我的头，一边解释着当年的事。玉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对你是一见钟情。他说了很多，最后温柔地看着我说，玉儿，你还愿意相信我，嫁给我吗？我心乱如麻，又是感动又是不知所措。没关系的，玉儿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也尊重你，只希望你不要再躲着我，让我日日能看见你就好。我定了定神，迟疑开口，那青丘帝姬呢？他刮了刮我的鼻子，吻了吻我的额头。吃醋了，那边无以妥善解决。南海堂弟和我年龄相仿，我设计他救下白青，如今他俩正打得火热呢。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，我抬起头，描摹着他好看的鼻子，点了点头。叶晨满脸惊喜，忽然翻身将我压在身下，堵住了我惊呼的声音。他如同下山的猛虎，搂着我狠狠发泄着这么多年积攒的欲望和相思。从天黑到天亮，我最终承受不住昏死过去。因为一夜胡闹，他的伤口又裂开了。雨衣一边给他包扎，一边数落他。我羞得脚趾头抠地，脸烧得发烫。在我的照顾下，叶晨渐渐好起来。叶晨能下地那天，牵着我的手去到龙太后的房中，恳求她同意我们的婚事。龙太后很生气，指着我，你能来照顾阿晨，我很高兴，也想过只要你提出要求，我都尽可能帮助你，但我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兔子竟然如此大的胃口，竟然想要嫁给我的阿晨。叶晨屈膝挡在我的面前，祖母，是孙儿看上阿玉，逼迫她嫁给我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意志，和阿玉没关系。龙太后气呼呼将我们赶出她的院子，自己转身进了佛堂，必修不再见我们。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玄烨带着5个儿子来找我。进入龙宫之前，对于孩子们遮掩的法术被破解，5个儿子顶着和叶晨一样的犄角，闹哄哄涌进来。娘亲，你原来躲在这里，你不知道我们有多想你。叶晨震惊地看着孩子们头上的犄角，语无伦次。他们是我的孩子。见我点头，他满眼含泪搂住了我。阿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生下这么多孩子，你一个人是不是很辛苦？我摇了摇头，又想起当年避子汤的事。你是不是没想到？也是，当年你给我喝不少避子汤。他茫然地看着我，忽然明白一样，笑着点了点我的头。那不是避子汤，那是养身子的药。那时你问我孩子的事，我看你还年轻，担心以后生产受苦，所以暗暗吩咐御医，给你调配了调理身体的药。心中感动不已，他的爱都是默然无声的。我将孩子们叫过来，
这就是你们的爹爹。孩子们跳跃起来，没有丝毫陌生，上前拥着叶晨，要多热闹有多热闹。叶晨领着我和孩子们来到佛堂外，龙太后憋着气打开门，气冲冲砸出一根拐杖。吵什么吵？叶晨对着5个小子嘀嘀咕咕一阵，5个儿子跑进了佛堂，闹闹哄哄喊着太祖母，太祖母。不一会，龙太后牵着5个小子笑呵呵走了出来，白了我们一眼。做父母的这么不靠谱，害我的乖孙们流落在外这么多年，还处在那里做什么？还不赶紧去筹备婚礼？我的孙子们这么聪明伶俐，你们难道要让他们黑户没名没姓？叶晨欣喜若狂，我却突然感觉头晕目眩。叶晨连忙将我扶进龙太后的寝宫，御医来得很快，摸摸左手，又摸摸右手，来回往复几次。叶晨满脸焦急，正要发飙之际，御医摸了摸山羊胡，笑眯眯：恭喜太后，恭喜太子，阿玉姑娘这是怀孕了。如果我没有诊错的话，阿玉姑娘这胎应该还是5个。他伸出一个巴掌，龙太后和叶晨惊得张大了嘴，随即欣喜若狂。龙太后连连叫人进来伺候，喋喋不休吩咐着：躺着躺着，千万不能劳累。我的祖宗啊，你们终于显灵了，龙族有救了。因着怀孕，我和龙太子的婚礼只能延缓进行，但龙太后和叶晨迫不及待向四海八荒发出消息，宣告我是龙族的太子妃。玄烨来告别那天，眼神复杂看着我：阿玉，你想好了？我点了点头，由衷的感谢他。谢谢你和葡萄大娘这些年对我的照顾，以后有空了，我会带着孩子们回去看望你们的。他笑了笑，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：阿玉，一家人不要说客气话，以后若叶晨对你不好，或龙族给你委屈了，记得你的身后还有我们，我们是你的娘家，会始终支持你。我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，他们与我非亲非故，却对我如此好。叶晨在身边战友一般搂着我：舅兄放心，我不会让阿玉再受一点点委屈。怀胎10月，我又生下了5个儿子。龙太后有点头疼，每每见到我就盯着我的肚子：小子，太吵了，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个软娇娇的小公主？夜晚，叶晨摸索着我的肩膀：娘子，祖母下任务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努力了？红烛摇曳，被翻红浪，属于我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。